这个世界上有种人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根本不会记在心里，反而觉得你肯定好欺负。只有对他们坏，对他们狠狠的坏，他们才对你毕恭毕敬，奉若神明。初中的时候，我是整个班上最受欺负的男生。上课回答问题，坐下的瞬间，凳子一定会被后面的同学拉开，然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班上的同学哈哈大笑，就连老师也忍俊不禁。有时候凳子没有被拉开，我松了一口气坐下，却又仓皇的跳起，屁股上已经扎了几个尖锐的图钉。紧接着又是哄堂的大笑。晚自习上，班上的同学都在说话聊天，纪律委员却悄无声息地走到我身后，用卷起的课本狠狠在我脑袋上来了一下，再骂上一句：“傻逼，别捣乱了好吗？”在一片哄堂的大笑中，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下了课，我鼓起勇气提起凳子砸向纪律委员，却遭到全班男生一哄而上的殴打。班费买的足球，他们从不让我碰一下。体育课上，我兴冲冲地跑到大操场，一个胖子却告知：“这样吧，如果有一个同学同意，我们就带着你一起玩，怎么样？”我看向他身后的同学们，一张张冷漠的脸带着嘲弄。我独自黯然走开。后来这个足球坏了，班长却找到我。同学们说你踢球最狠，所以你得照价赔偿。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。在初中3年的时间里，我就像是待在地狱中一样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自己本身当然也有许多做错的地方。他们越是欺负我，我越是想融入他们之中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赔尽笑脸的和每一个人来往。但换来的是他们更多的嘲弄、欺辱、白眼、排挤。每个班上都有一个最受欺负的人。很不幸的，我充当了这个角色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不过是因为我的同桌，一个富二代的胖子。对，就是在大操场上带头阻止我踢球的那个家伙。说起来也怪我，不通人情世故，被教育洗了脑。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告诉老师没用，他会反问我：为什么大家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？多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吧。在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尝尽了人情冷暖。上学一个人走，放学一个人走，体育课一个人在角落，做活动没人和我一组，喜欢的女生只能远远看着，因为她都不肯接近我哪怕半步。那时候的我甚至想过自杀。校园是残酷的，比社会还要残酷。这是一群有破坏力却无容忍度的少年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率性而为，根本不会考虑会造成什么后果。现在的我铁血无情，暴力阴暗，和那个时候的经历脱离不了关系。日复一日，我最希望的莫过于早点毕业，考上高中。我们本地是个小镇，只有小学和初中。想上高中的话，必须要去市里。我想到市里念高中以后，同学们都是来自周边县镇的，就可以摆脱现在痛苦的局面了。我刻苦学习，努力学习，极力不和身边任何的人打交道。他们的玩笑、戏弄、欺辱，我通通咽进肚里。我的成绩越来越好，中考的时候最终以全校第5的名次考进了市里的第1重点城南高中。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有些波折，学校给我打了电话，通知我到教导处去拿。我到了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，连老师都觉得奇怪。刚才还在这里的，到哪里去了？哦对了，刚才你们班有几个同学也来拿通知书，是不是一并帮你拿去了？你问问吧。我一听就浑身发凉。我们班的同学绝不会好心帮我取通知书，如果真是他们拿了，只能证明他们想把这通知书烧掉或者撕掉。我像疯了一样推门而出，奔跑着在回去的路上寻找他们的踪迹。我们镇实在不大，我很快就在小广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大概有4、5个人，其中正有我的同桌，那个肥肥的官二代，他的手中正摆弄着一个信封，隐约可见城南高中的字样。我冲过去大吼：邹阳，把通知书还给我！一个箭步过去就要夺我的通知书。邹阳一闪，这个胖子还挺灵活，当即把通知书高高举起，笑道：你来抢啊，抢得到算你本事。邹阳不仅胖，而且高，在我们班打篮球也是一把好手，而我又瘦又矮，根本抢不到他手中的东西，跳来跳去不过像是个跳梁小丑罢了，又引得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。邹阳，求你了，还给我！我快哭了，那张通知书是我摆脱地狱的唯一希望。哈哈，王浩要哭了。邹阳得意地将通知书抛来抛去，那薄薄的一张信封在空中轻轻跳跃。邹阳，还给我！我低声哀求，浑身颤抖。跪下！邹阳突然说道。跪下我就还给你。然后他一屈身，将通知书塞进下水道的窟窿中，露出狰狞的笑容。否则我就把手松开了。他的2根指头捏着通知书，只要一松开，通知书就会跌进去。不要！我抖得更加厉害了，泪水终于决堤而出。那个时候的我以为通知书丢了，我就没有上高中的希望了。跪下！邹阳的声音越发冷了起来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，表情麻木地看着我。来来往往的路人只以为是小孩子在玩耍，并没有理会这边的情况。有谁能知道我此时心中的痛苦？我要离开这里，一定要离开！我在心中默默地这样说着，然后双腿慢慢地跪了下来，心中的痛自然不言而喻。这个仇一定要报，一定会报！我的双拳握成拳头。上了高中，我会有一帮生死之交的兄弟，总有一天
我要让邹阳跪在我的面前。我在心中发下这样的毒誓，泪水一颗一颗滚落在干净的地面上。哈哈哈哈哈！邹阳大笑了起来，突然脸上的表情一僵，将手指从下水道掏了出来。通知书呢？通知书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他的脸上有着一丝慌乱，显然小小年纪的他也无法承受这个后果。我惊愕地看着他的手，那上面却是空空如也，通知书已经不知去向。我的脑袋像是被雷劈中一样，从头到脚都是木木的，一点反应也没有了，甚至忘了自己还在跪着。逗你玩的！邹阳不知从哪里变出了通知书，嬉笑着走到我面前，用通知书拍打着我的脸。大伙竟然能考上城南高中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呢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我默默地忍着，这样挨打也不是头一次了，而且用通知书打脸似乎也不怎么疼。最后，邹阳打烦了，把通知书放在我的头顶，带着那几个同学大笑着远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从头顶拿下通知书，上面写着我的大名，让我心中一阵欣慰。我慢慢站起来，双腿已经发麻，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我能离开这里了。我举目四望，这个小镇的一切都是我的噩梦。城南高中，我要来了。整个暑假我都没有出去，我怕在大街上再碰见邹阳和以前的同学，平白无故再遭到一番侮辱。父母还责怪我不肯多出去跑跑，窝在家里跟发了霉一样。哎，他们哪里知道我的痛苦。不过我考上城南高中，他们还是很开心的。平时在家待烦了，最多在家门口转悠转悠，绝对不会跑得太远。有时候会碰上邻居雨成飞，他比我大1岁，也在市里念书，不过他学习很差，只能在和城南高中一墙之隔的城南职业技术学院就读。两所学校比邻而居，地位却是天差地别。由于雨成飞早去市里1年，我便向他打听那边的情况，提前熟悉熟悉，免得到时候抓瞎。有一次聊完，雨成飞不经意地说道：“王浩，在城南高中出了什么事？记得去找我。”谢谢宇哥。不过心里并没当回事，这样的情况碰得多了。我在班上出了名的挨欺，还有学校的大佬提出要收我做小弟，当时我很开心，以为找到靠山了。结果大佬下一句就是明天带50块钱来。我是无语凝噎，摇头叹气。所以这种提出主动要照我的，我也带着一些戒心。况且城南高中可是出了名的重点高中，能出什么事？大家好好学习都来不及呢。殊不知我的噩梦才刚刚降临，我的人生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家待了1个多月，终于到了开学的日子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地上学，当天早晨就大包小包的赶到了北原市。城南高中当然就在北原市的南边，倒了2趟公交车才赶到。在宿舍收拾好一切，又到班级报到，来到新学校，见到新同学，自然激动不已。我开心的和大家聊着天，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种同学间融洽的关系。想到初中时和同学们的恶劣关系，让我倍感珍惜现在的一切。班上一个女生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娃娃脸，柔声细语，皮肤白皙，令我心跳加快。同学你好，我叫王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雪。女生温柔地笑着，使得她看上去更加美丽。在以前的初中，我哪有资格面对这种笑容？我的心情也更加愉快。城南高中就是好，大家都是来自各地的优秀学生，肯定不会有邹阳那样的恶劣人物的。各位新生请注意，各位新生请注意，大家自提板凳去操场开新生大会。我来帮你搬凳子吧。你人真好，谢谢你。校园里，我提着2个凳子走在夏雪的身边，我开心的仿佛像是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，来到坐在夏雪的旁边，闻着她身上传来的幽香味道，更是让我如痴如醉。校长好不容易讲完话，大家一哄而散，我又和夏雪相跟着回到教室。班主任很快就来了，是个30多岁的翩翩青年，使得班上好多女生犯了花痴。我叫葛晨。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。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。班主任和大家开心的聊着天，帅气的老师，融洽的同学，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校园生活。由于座位还没有安排，大家都是乱坐的。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自然坐到了夏雪的旁边。班主任正准备排座位，突然接了个电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一会儿还有个新生报到，大家等他来了再安排座位吧。报到第1天就迟到，不知道这个学生什么来头。这个新来的学生肯定是走后门进来的。我点头表示同意，对这种学生也是表示出鄙夷之心。教室的门被敲响，班主任走过去拉开门，领着那个迟到的新生走上讲台。我的呼吸在这一刻停止，双拳又忍不住握成一团。那个高高胖胖的男生就像是挥之不去的噩梦，就站在距离我不远的讲台上。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邹阳。邹阳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，是靠着篮球的特长进入城南高中的。以后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，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。邹阳露出阳光的笑容，不可否认，他有着强大的气场，自小优越的家庭环境，使得他天生就有一股领导的架子。大家纷纷欢呼起来，显然对这位新同学特别欢迎，目光挨个扫过班上的同学，唯独扫过我的时候，
有着一丝毒辣和阴狠。邹阳同学以后就是大家的班长了。班主任在讲台上开心地说着，而四周的同学也热情地欢呼着。我知道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我闭上眼睛，这个世界一片黑暗。在此之前，我对城南高中充满幻想和期待，这里是我梦的开始，梦的起点。我和任何人相处融洽，甚至能和喜欢的女生坐在一起。可是邹阳的到来，将这一切全部都打破了。以邹阳的手段，在城南高中一样可以把我玩得死死的。这个家伙凭什么进来城南高中？什么篮球的特长，分明就是塞了钱走了后门。我的愤怒毫无作用，眼睁睁看着邹阳从进来教室到当上班长，不过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，获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，也不过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。这个家伙很强，可他偏偏就是我的敌人，我觉得有些无法呼吸了。现在还毫无知觉的同学们，从明天开始就会在邹阳的带领下排挤我、欺辱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摇摇头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敢说什么呢？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，现在开始安排座位。夏雪坐在了班级的正中间，立刻有一群狼围在了她的四周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只有后2排的座位可选了。我看了看，坐在了一个四眼的旁边。无论怎样，都不要坐在邹阳的旁边就好。邹阳坐在了最后1排，和我是对角。我用余光瞟着他，而他根本没有看我，而是和周围的人聊着天，脸上不时露出开心的笑容，看样子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。我看看旁边的四眼，虽然和夏雪坐在一起的愿望落了空，但和新同桌搞好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你好，我叫王浩。哦，我叫刘子红。我松了口气，这样的同桌应该不会跟着邹阳一起欺负我的吧？咱们以后就是朋友了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吃饭，如何？好啊。刘子红看上去很开心，显然也是很缺少朋友的样子。班主任在讲台上说了一些注意事项，校规校纪等，便让大家自由活动。下午在正式上课，他离开后，班上猛然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和周围的同学聊天，大家都静一静。邹阳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他是新任的班长，同学们自然要给他面子，也纷纷安静下来。大家能聚在一个班就是缘分，我提议中午一起去吃个饭怎样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有没有人要喝酒的？前排响起一个声音，是一个染着黄发的少年，身上散发着痞气，显然不是个善茬。刚才听夏雪提起，他似乎是北原市本地的学生，也是凭着关系才进来重点班的。刚才听班主任叫过他的名字，李杰。李杰四周围着几个流里流气的男生，纷纷喊道喝酒。看来明显是李杰的跟班小小年纪喝什么酒？刘子红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。是啊是啊，我附和着他，无法想象才16岁喝什么酒？一起去吃饭，费用怎么算啊？另一个角落里响起声音，开学第1天，班费还没收呢。大家也纷纷响应，是啊，没钱吃什么饭？我的生活费可不够去大吃大喝的。没事，我请客。邹阳拍拍胸脯，班上有40多个人，他竟然要请所有人吃饭，还真是个有钱的富二代啊！一般人可真没有这个魄力。班上轰的一下炸开了锅，有人惊愕，有人惊喜，有人欢呼。好啊，班长请客吃饭。班长，你家是做什么的？好有钱啊！班长只管饭吗？管不管酒？管，都管。邹阳爽朗地笑着，我明显感觉到班上的同学看邹阳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有几个女生甚至带着崇拜的目光看向他，而我始终没有抬头看邹阳一眼。我怕那家伙只要和我对上眼，就开始当着全班的面讥讽我，所以自始至终我都是低着头。而刘子红也是个沉默寡言的家伙，从头到尾一声不吭。摊上这样的同桌对我来说不知是福是祸。好，那大家就这么说定了。邹阳的父母都是当官的，显然继承了他们优秀的血统，收买人心、笼络人心都是一流的手段。班上又欢呼起来，开学的第1天就能吃到免费的大餐，有谁能不开心？大家都去啊！邹阳开心地说着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当然除了他。班上立刻安静下来，而我的头皮开始发麻。终于还是来了，我甚至不用抬头，都知道邹阳在指着我，而大家的目光也一定聚在我的身上。我没有勇气去确认，我低着头，度日如年。班上十分安静，我的呼吸越来越浓重。我虽然低着头，却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刘子红的表情，这个木讷的四眼也在惊愕地望着我。没有人明白为什么开学第1天，班长会这样排挤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学。这样的日子终于又要开始了吗？他不配跟我们一起吃饭。邹阳冷笑着，在开学第1天，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我的脸发烫无比，好想钻到地缝里去。如果这是在初中的教室，我可能还会好受一些，因为这样的待遇每天都能尝到。可是现在，新的高中，新的教室，新的同学，旁边还有我喜欢的女生，邹阳就当着他们的面让我如此难堪，要冲过去打他吗？我握紧了拳头，我知道自己打不过他，个子和体重放在那里，2个我加起来也打不过他。班上逐渐窃窃私语起来，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回过头看着他，邹阳确实正指着我，而且露出脸上的冷笑。看我干什么？大家别怪我不给他好脸，我和这家伙都是东关镇的，
我最清楚他是个什么东西。有关他的故事，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再慢慢讲给大家听好了。要怎么办？我在心里问着自己，我恨自己的笨嘴笨舌，我恨自己的胆小怯懦。走吧，去吃饭。邹阳率先往教室门口走去，大家纷纷站起，都不约而同的往教室外走去。我的同桌刘子红看了我一眼，张了张嘴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还是没有爆发出来啊！刚才那一刻，真想朝着邹阳的脸狠狠地打一拳。其实这个念头已经在我脑海里滋生过许许多多次了，但没有一次胆敢真的行动。我又低下了头，慢慢的，刚才还嘈杂的教室彻底安静下来。我虽然没有抬头，却也知道肯定没人了。我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哎，算了，3年都适应过来了，无非再适应3年罢了。我低着头，突然看到了一双白色的板鞋，一抬头正是夏雪。夏雪没有跟着邹阳去吃饭，我的心中一阵激动。邹阳那么说你怎么不回嘴呢？我张了张嘴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在初中的时候，我不是没有回过嘴，但是回嘴的下场就是招来更深的嘲讽，或者被他凌空一脚踹飞。你说话啊！我不敢。我鼓起勇气将这句话说了出来，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坦诚自己懦弱，我真是丢脸丢到家了。为什么？夏雪诧异地看着我。夏雪长得很漂亮，而且衣着得体，落落大方，说话甜美，性格善良。这样的女孩从小就在周围人的宠爱下活着，无论是家里还是学校，都很少有人会去找她的麻烦，而且还会抢着当她的护花使者。这样的女孩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被人欺负是什么滋味吧。面对夏雪，我突然失去了倾诉的欲望，我不愿意将伤疤揭开给她看，那样让我觉得丢人。没事了。我摇摇头，站起来，准备离开教室。下次他再说你要回击。夏雪在我身后说道：“你自己不努力，也没人会帮你。”我苦笑着，自己离开了教室，一个同伴都没有。我自己走到食堂，自己打好饭菜，自己慢慢吃下，自己走回宿舍。如此孤单的生活，我已经习惯了3年，不在乎再来3年。躺在宿舍的床上，我的脑海中不知怎么又回忆起夏雪的那句话：“你自己不努力，也没人会帮你。”宿舍的门被推开，同寝的人都走了进来。咱们班长真酷，足足摆了4桌。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还是结账的时候最帅。我还在担心他的现金够不够，结果人家直接掏出了信用卡。人家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，这次可真是开了眼界。对了，班长说那个王浩在他们初中混得可真惨啊。在初中是挨打货，来到高中还是一样。班长想要对付他，他这日子算是难熬喽。这边还有人呢，说话小点声。有人轻轻嘘了一声，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悄悄指了指我，而其他人都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我的心里犹如万箭穿心，现在他们还会顾忌我的存在，等再过一些时候，习惯欺负我以后，就会明目张胆了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却又再次松开。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的怯懦？谁能来把我救出苦海？我把头扭向墙壁，悄悄地流出了眼泪。邹阳在班上渐渐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，以他的手段笼络人心太容易了。他和班上那几个流里流气的学生混在一起，和李杰称兄道弟，惺惺相惜。他们不仅在班上是一把，即便在整个高一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拨人。李杰等人本来就在北原市是小有名气的混混，现在加上有钱的邹阳加盟，还真是强强联合。班上的同学整日围在他们身边，拍着马屁，进着谗言，妄想和他们一起风光风光。回到宿舍里，邹阳也是经常窜来窜去，当然也来我们宿舍。到我们宿舍的时候，宿舍里其他学生都会围着他转，我一个人躺在下铺一声不吭，仿佛和他们是2个世界的人。有一种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心点，邹阳就是这样的人。对我的嘲讽当然从没有少过，可是我左耳进右耳出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班上的同学自然将我化为边缘人物，没人会主动和我说话，包括我的同桌那个叫做刘子红的4眼，在我面前仿佛成了哑巴。那天晚自习过后，夏雪再一次坐到了我的前面。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夏雪这一次的表情更加愤怒。我怎么样了？我故意装傻。夏雪压低声音，似乎在给我面子。他每天那样欺负你，你为什么无动于衷？我习惯了，这样挺好，没人打搅我学习。等我考上大学，就能摆脱这种生活。在初中的时候，我渴望考上城南高中，以为到了这里就能够开始新的生活。现在我身处城南高中的重点班，却又将希望寄托在了考大学上。你胡说什么啊？夏雪忍不住抬高了音量。没人打搅你学习，那你的英语书被撕掉怎么说？你的数学作业被扔进水里怎么说？你的文具盒里灌满了粉笔灰又怎么说？夏雪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次次撕着我伤口的皮。被人欺负这种事，就算经历100次也不会习惯的。我没有说话，我心痛难忍。下一次，夏雪一字一句地说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反击，要抗争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，我就要替你出头了。我愣住。如果你觉得被一个女孩子保护是件很光明的事情，就尽管再把头埋进沙子里好了。夏雪喘着气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怎么就能忍到现在？他们可是在践踏你的尊严。我看着夏雪愤怒的脸，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有这么正义的人了吧？而且还是个如此美丽的女孩子。如果真的让夏雪为我出头，后果会是什么？她美丽善良，在班上人缘不错，不少男生围着她转。而邹阳有手段，心机重，绝对的呼风唤雨，是班上的领导人物。这2个人如果针锋相对，还真不好判定谁更胜一筹。
只是让一个女孩为我出头，未免也太可悲了些。听到了没有？夏雪再一次问道，这一次她的声音更大了，以至于邹阳他们都听到了。我木然的点点头，身上慢慢涌出一些力量来。现在和初中的情况不同，起码有人站在我这边。好，夏雪笑了，她的笑容比百花齐放还要美丽，让我的心中也是跟着颤动不已。我要反抗，我要回击。我在心中对自己说，是该放手一搏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等着你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多了一丝甜蜜。倘若初中的时候也有人为我这样打气，我也不至于懦弱那么长时间吧。再见。夏雪摆了摆手，正准备转身，我想起来什么，连忙说道：“我不是让你出头，我刚才没有说清，怕他有所误会。我的意思是……”说出下面4个字的时候，我浑身的热血隐隐沸腾了，仿佛将那份软弱统统感激情我撕起来。夏雪刚走，邹阳、李杰等人就走了过来，我的心中一紧，又有些紧张起来，下意识地低下了头。混蛋！我在心中暗暗骂着。刚才的勇气呢？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，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吗？想着想着，不自觉又抬起头来，正好和邹阳四目相对。邹阳、李杰等人站在了我的课桌前面，我的呼吸有些浓重，很担心下一秒自己的头就被邹阳按在桌子上，就像初中的很多次一样。所幸邹阳并没这么做。夏雪刚才和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淡淡的答道。我听到他说就这么说定了，等着你之类的。邹阳皱着眉，没什么。我再一次说道。看来你骨头又痒了。邹阳轻蔑地笑着，慢慢地抬起了头。我猛然站起来，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快步往教室门口走去。虽然下定决心要反抗，但是现在明显处于劣势。一个人和邹阳、李杰等人打架的话，只会被他们揍得满地找牙而已。妈的，想跑！邹阳似乎追了过来，毕竟被邹阳欺负了3年，心中对他的畏惧还是占据了大部分。脚下忍不住加快了速度。突听身后响起了李杰的声音：“邹阳，别追了，咱们明天再收拾这家伙。”邹阳骂了句什么，终于没有再追我，而是回到了李杰他们的身边。我窜出教室外，有些垂头丧气，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逃避。不过比以前乖乖站着挨打要强多了。我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回想着夏雪的话，回想着刚才的一幕，脑袋中突然闪过一条信息：李杰让邹阳别追了，邹阳就没有再追下去。看来邹阳也不是他们那拨人中的老大，真正说得上话的还是那个李杰。毕竟从东关镇来到了北原市，邹阳也不是那么风光啊。不过就算想到了这点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邹阳如果存心为难我，李杰也会站在他那边。我摇了摇头，还是有些气馁。回到宿舍，他们正乱成一团，互相玩笑取乐，我就好像是透明人一样，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影响。这样也好，各走各的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我拖鞋上了床，开始在脑海中思考下一步。虽然在夏雪的鼓动下决定要和邹阳斗一斗，但是没有个完善的计策怎么行呢？论身体素质的话，我是断断不如邹阳的。他又高又胖，打我2个都不成问题。如果真要打架，只能攻其不备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反应过来。可是这个机会该如何营造呢？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思考的过程是痛苦的。虽然我从小就通读36计，但是没有一个计策能在此时派上用场，尤其是在我身单力薄的境况下。想着想着，最终还是睡着了。没有办法，但我一定不会再让邹阳欺负我。我发誓，睡着了的我，拳头也是紧紧握成一团。第2天，我精神百倍的来上课，一进教室，我就看到了夏雪。她坐在教室的最中央，身边正围着几个男生，都在不遗余力的逗她开心。我们四目相对，我冲着她露出一个微笑，夏雪也冲着我露出一个微笑。这个微笑让我更是充满干劲。她身边的男生疑惑地顺着她的目光，最终看向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身影。他们不明白夏雪为什么要冲着我笑，一个个露出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。我走向自己的位子，眼睛不可避免地看向邹阳。邹阳就在我位子的斜后方。以往这个时候我都会低下头老实坐好，但是这一次我勇敢地看向了他。邹阳正冷笑地看了看我，冲着我挥了挥拳头。我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，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。诚然，这种感觉太爽了，但是代价很快就来了。第1节是英语课，我很认真地听讲，但是后脑勺突然被什么打了一下，那个东西顺着我肩膀跌在地上。我疑惑地看向地面，那是一块被嚼得恶心至极的鸡骨头，上面还沾连着许多口水。鸡骨头，我回过头去，果然看到邹阳正在吃速食包装的鸡腿，大口大口地嚼着，还冲我做了个鬼脸。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又回过头去继续听讲。叮的一声，又一块鸡骨头砸在我的头上。我猛地回过头去，再次瞪着邹阳，脸颊上的肌肉都忍不住颤动起来。邹阳晃了晃手中的鸡腿，做出一份欠揍的表情，还哈哈哈地笑着。我的反应很快引起周围同学的注意，他们都不解地望着我和邹阳。等邹阳再掷过来一块鸡骨头的时候，班上同学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然后都捂着嘴偷偷笑着。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神，但我想那一定愤怒至极。我用口型对邹阳说不要逼我，同时晃了晃拳头。邹阳手舞足蹈，表情夸张，一副得意之极的模样。英语老师也很快发现了后排的骚乱，多安静一些，
下课了你们再闹。在成人的眼中，同学之间的欺辱行为不过是孩子们在玩闹罢了，所以很多时候撞到老师都不是个明智的行为。只要不打架，没人会真的在乎。夏雪也很快注意到了后排的情况，在老师回过头去在黑板上书写的时候，他悄悄和刘子红换了座位，坐在了我的旁边。邹阳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主意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夏雪却没有笑，她一脸的担心。可是他这样欺负你，你没事，等着看吧。我再次露出笑容，然后回过头去看向邹阳。邹阳脸上的表情却有些难看，没有了先前的轻松和戏谑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愤怒和凶狠。奇怪，明明是他在欺负我，怎么？我突然恍然大悟，是因为夏雪坐在了我旁边。原来如此啊！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，然后我伸出手摸了摸夏雪的头发。邹阳将这一幕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。你干嘛？夏雪奇怪地看着我。没事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大概一辈子也没有勇气反抗。夏雪露出惊喜的表情。真的吗？你决定现在就？我眨了眨眼睛说，等着看好吧。话音未落，我的头上又挨了一块鸡骨头。邹阳那个混蛋，一块鸡脖能啃得这么碎，分成无数块来砸我。夏雪点了点头，表示出对我极大的信任。谢谢这个女孩在那时给过我的勇气。我再一次回过头去，邹阳的表情更加愤怒了。刚才我摸夏雪的头发，他可是看在眼里的，不生气就怪了。我笑了笑，继续听起讲来，看上去就像是像过去一样选择了忍耐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在等那个时机的到来。邹阳的行为更加放肆了，接连不断的朝我的脑袋支着鸡骨头，大约5分钟一次，而我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和初中的我一模一样。夏雪在旁边看着干着急，到底要不要我帮你？我自己来。鸡骨头一而再再而三的掷过来，每一次都准确无误的击中我的脑袋。那一块块的鸡骨头每砸向我的脑袋一次，就令我心中的愤怒增加1分，而我的脸上仍然是万年不变的微笑。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，维持最起码的风度是很有必要。很快的，鸡骨头的碎渣就在我身边散落了一地。英语老师的讲课也进入了尾声，他的时间拿捏的一向很准，这时候一般都快要下课了。最后一次了。我在心中默默地说，这是最后一次被邹阳欺负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脑袋上又挨了一下，这也是最后一下了。这次不是鸡骨头，而是揉成一团的纸巾。邹阳吃完了鸡腿，用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油，然后揉成一团砸了过来，一点都不疼，却令我的愤怒达到了顶点。我的双拳握紧，气息浓重起来。夏雪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，她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突然握住了夏雪的手。谢谢你。夏雪讶异地看着我，并没有将手缩回去。下课铃声在此时响起，英语老师正在做着下课前的最后结语，而我突然站起来大吼了一声，我的吼声和铃声交织在一起，同学们都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。我迅速冲向旁边的窗台，端起一盆君子兰来，3步并作2步奔到邹阳的身边。邹阳惊恐地看着我，同时本能地把头往身后一缩，那盆君子兰狠狠砸在了他的肩膀上，里面的土哗啦啦散落一地，真是可惜。本来想砸在他的头上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已经没时间去想那么多了。那盆君子兰被我丢在地上，双拳如雨点般落在邹阳的脸上、肩上、背上。忍耐了3年的愤怒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铃声早就停下了，而班上没有人下课，从老师到学生都在傻傻地望着我和邹阳。邹阳也完全懵了，大概是完全想不到我会突然揍他，反而傻傻地任由我打着。我的双手卡着邹阳的脖子，用力将他摔倒在地上，然后用脚狠狠踹着他的肋部。让你欺负我，让你欺负我！我一边打一边问候着邹阳的母亲，手脚并用，拳打脚踢，每一拳每一脚都毫无章法地落在邹阳的身上。王浩，够了！讲台上，英语老师大声喝道，同学们也终于反应过来，纷纷站了起来。几个人拉着我的胳膊，把我拖到了一边。我的泪水不知何时爬满了脸庞。我弄死你！我弄死你！我依然大吼着，挣扎着，还想上去揍邹阳。3年了，我等这一刻已经够久。同学们纷纷涌过来，邹阳站起来拍着身上的土，眼神还是有点猛，并没有冲向我。李杰等人也涌了过来，走到邹阳身边说着什么，我可不怕他们，仍然挥舞着拳头。来啊，信不信老子今天弄死你？英语老师还在讲台上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班主任。大概在他眼中，邹阳才是受害者，而我是那个欺负人的恶霸。我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，便是觉得李杰他们不可能在老师面前就一起打我，而选择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刹那，则是处于一种奇怪的心理。我对邹阳的恐惧还是深入骨髓的，所以就像是给自己下了个指令一样，在铃声响起的时候动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对自己说着这句话，这句话就像是个程序一样输入我的脑袋，为自己加油补气。班里乱作一团，有围在我身边的，有围在邹阳身边的。李杰他们安抚着邹阳，同时恨恨地盯着我。英语老师看场面已经稳定下来，大概是估计不会再打起来，便拉开教室的门走了。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邹阳也坐在他的位子上，和李杰等人窃窃私语着。旁边的夏雪拉着我的胳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我摇摇头，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，另一层恐惧却涌上心头。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邹阳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接下来他肯定会联合李杰等人一起打我。我抬头看向他们几个，他们还在悄悄商量着什么，而且不时的看向我，不能再待在这里，他们随时会冲过来把我打翻在地。刚刚取得的胜果就功亏一篑了，我立刻站起，就往教室外走去。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最后一排的邹阳突然说道：“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打谁呢？”我停住脚步，站在门口，望着最后一排的邹阳等人，李杰他们也都仰着头看我。我中午还回宿舍，我还要再打你一次。说完，我就出了教室，脸上带着未干的泪痕。走出教学楼的时候，一阵风吹来，刮得脸生疼生疼的。我仔细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幕，解气是够解气，唯一不爽的就是自己竟然还哭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次是我动手打邹阳，干嘛自己还哭上了？真是没用啊！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笑话。不过想到已经揍过邹阳，心情还是爽的不行。想到中午还得回宿舍，又是蒙上一层阴影。刚才在门口已经放出大话，说我中午还要再揍他一次，霸气是够霸气，但我还真是没那个实力啊！不用想也知道，中午回到宿舍，邹阳肯定和李杰等人在等着我，然后把门一关。想到要遭遇的悲惨后果，我忍不住一阵哆嗦。不过我既然敢把那句话放出去，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计划的。在来城南高中之前，邻居的雨成飞告诉过我，如果在这边出了什么事，可以随时找他。虽然当时没当回事，但是来到北原市上高中以后，平常课余时间也会到网吧里玩玩。网吧这种地方自然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的，各种小混混也不缺。我到网吧里去的时候，有时会碰上雨成飞。雨成飞是城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，经常看到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来上网。他们的学校出了名的盛产混混和痞子，看得出来雨成飞他们一群人也不是善茬。所以此时的我将希望寄托在了雨成飞的身上。不过就算雨成飞在他们学校混得不错，也未必能把手伸到城南高中来，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。如果雨成飞不方便出手，我今天就算是玩砸了。我胡思乱想着，最后下定决心，要是雨成飞不在网吧，我就不念书了，卷铺盖回家也不受他欺负。这样想着，我走进网吧。大早晨的，网吧还没什么人，我扫视了一圈，果然没发现雨成飞的身影，心里像是被浇了喷凉水一样难受。我又想大概他一会儿就来吧，便随便坐下，看着网吧门口来自3所学校的学生不停地走近。从比例上来说，城南高中是最少的。我一个一个地盯着他们的面容，并没在其中发现雨成飞的影子，心里也是一点一点的陷入绝望。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网吧里差不多要满人了。我站起来，焦急地在网吧里走来走去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网吧里明显的分成了3波，不同学校的学生分占着一片机器，仿佛还有自己的地盘似的。我走到城南职业技术学院聚集的学生之前，怯生生地问道：“请问你们认识雨成飞吗？”这些学生聚着的位置距离吧台也很近。网吧老板听到雨成飞的名字也看了过来，那些学生明显都是一愣。其中一个头发炸炸的学生说道：“你找雨成飞什么事？”似乎把我当作敌人一样，挑衅地看着我。雨成飞是我哥。我在这群人面前显得很是拘谨。我有些事找他，你们认识他吗？这些学生左看右看，突然同时大笑了起来，就连网吧老板也忍俊不禁，笑出了声。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们，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这小子哈哈哈，乐死我了！这小子。先前那个头发炸炸的学生捂着肚子笑道：“这小子竟然问我们认不认识雨成飞，你是来逗我们高兴的吧？”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而我依旧是一头雾水。他们的笑声很大，整个网吧都看过来，但是没人敢说什么。显然城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是最难惹的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反正今天已经揍过邹阳，怎么算都已经够本了，忍不住大声道：“你们笑什么？到底认不认识雨成飞？认识的话就告诉我，不认识我就要走了。”那些学生这才慢慢安静下来，但看着我的脸还是窃笑不已。哎呦，脾气还挺大。头发炸炸的学生将凳子往后一滚，2只脚踏在了键盘上。网吧老板看不下去了，说道：“袁绍，你把脚放下来，别人还要在那玩呢。”得了吧。头发炸炸被叫做袁绍的学生嬉笑着：“谁敢在这个机子上玩？谁不知道这是我袁绍的专属机器？”其他学生也纷纷笑道：“是呀是呀，袁绍都快死到那台机器上了，就让他踩一踩吧。”网吧老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扬起一丝苦笑，不再说什么了。袁绍又看向我，说道：“你问我们认识不认识雨成飞，这确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。”为什么可笑？因为没人不认识雨成飞。袁绍慢慢说着：“你到城南职业技术学院打听打听，有谁没有听说过我们宇哥的大名？”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我知道雨成飞在城南技术学院可能混得还可以，但没想到竟然有名到整个学校都知道他的地步。而且看袁绍提起宇哥时的崇敬表情，也绝对不是装出来的。那我激动的有些结巴起来。他今天来不来网吧？我有点事找他。他昨天晚上通了个宵，估计是不来了，这会儿估计在教室睡觉呢。袁绍认真的说道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些着急。我是真有急事找他。你有什么事？袁绍奇怪的望着我。我还真不太好意思说，毕竟还不认识这些人，还是留着给雨成飞说吧。是被人打了吧？袁绍直接说道。啊，我有些难堪。还没，但是快被打了。哈哈哈！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袁绍乐得2只脚使劲跺着键盘，看得网吧老板一阵肉疼。你们别笑了。我有些愤怒的说道。赶紧告诉我怎么找雨成飞，
今天中午我就要挨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袁绍快笑出了眼泪，随便一摆手说道：“孟亮，你带他去找宇哥吧。”好嘞。一名个子矮小但看上去很精干的学生走了出来，脸上是和气的笑容。走吧。我和孟亮正要出门，袁绍突然叫了一声等等。我们回过头来，看到袁绍正挖着鼻孔。事情办完了，叫宇哥来网吧，不就通了个宵吗？至于还在宿舍睡觉吗？嘿嘿，知道了。孟亮答应了，这才带着我出了网吧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孟亮一边走一边问我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只好把事情原模原样说了一遍，最后担心的说道：“今天中午他们肯定在宿舍等着我。”哎呀！孟亮一跺脚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咋了？我也停住脚步，讶异的看着他。多大个事呀，还去找宇哥，我就能给你摆平了。孟亮大咧咧的说道：“我还是去找宇成飞吧。”我挠了挠头，我和他比较熟，毕竟和你们还不怎么认识呢，不太好意思，第一次见面就麻烦你们。说什么呢？孟亮急眼了，宇哥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你是宇哥的弟弟，那和大家就都是兄弟，你有了麻烦，我们当然要帮你处理，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不用麻烦宇哥了吧？啊，那个，我心里还是比较倾向去找宇成飞，毕竟还是觉得有些不踏实。那个什么那个，孟亮热情地搂着我的肩膀，放心啦，这点小事我搞得定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找几个人，今天中午绝对帮你把事情办得妥妥的。我还没说话，孟亮就开始在大街上四处看起来，我是彻底无语，难道他在大街上随便就能叫到人？嘿嘿，过来。孟亮突然冲着附近一个小饭店招了招手，叶展，你过来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少年一路小跑奔了过来。这个学生叫叶展，我认识，他是北原市的本地人，也是城南高中的高一新生。他在高一也是一把，经常领着一帮人呼来喝去，似乎比李杰他们的地位还要高上一些的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人一向是低着头走的，生怕麻烦惹到身上。但是现在，孟亮这么一招手，叶展就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，他的身后也跟着几个学生，都是城南高中的。亮哥，有什么事？叶展热情地打着招呼。你不上课，大早晨的在外头瞎跑啥呢？孟亮朝他胸膛上捶了一拳。嘿嘿，没跑啥，我就和兄弟们出来吃个饭，一会儿还要回去上课的。叶展揉了揉胸膛，显得很是开心。跟你说个事。孟亮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，能让叶展这样呼哧呼哧跑过来的人，还真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亮哥您说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是我弟，也是你们城南高中的高一新生，认识不？叶展疑惑地看着我，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根本不认识我，也难怪了，我在学校够低调的，他肯定不能认识我啊。不过可能也是不好意思，看着眼熟，嘿嘿。他在班上出了点小麻烦，你帮着解决下。孟亮大咧咧说道：“谁啊？谁啊？谁这么不长眼啊？连亮哥的弟弟也敢欺负，我把他皮扒下来，告诉他是谁。”孟亮看着我，邹阳。我老老实实说道：“邹阳，想起来了，李杰他们班的班长是吧？东关镇的外地生，瞧我怎么收拾他。好，那这事就交给你了。”孟亮随随便便安排着，帮我弟把麻烦解除了，我还要回去杀怪呢。嘿嘿，没问题。叶展接着问亮哥：“亮哥，您现在几级了？60级了，越来越难升。妈的，这坑爹的网络游戏！”眼看着他们的话题都换了，我有些着急道：“没那么容易啊。”孟亮点着头：“是没那么容易啊，我都不准备完了。要不是宇哥、袁绍他们非要玩，不是，我更着急了。我是说，收拾邹阳没那么容易。邹阳和李杰他们耍得不错，叶展要是动邹阳的话，李杰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李杰又是个谁？”孟亮抓着脑袋：“叶展，李杰是什么来头？也是北原的。李杰要是掺和在里面，这事是有些难办了。”难办？孟亮一瞪眼：“难办就别办了，你立马滚蛋，我重新找个人去。”别啊！叶展哭丧着脸：“我肯定办，我肯定办，我跟李杰关系还可以，这点面子他还是给我的。”然后又对我说道：“你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和邹阳这个梁子结的大不大？”大。我也哭丧着脸，我当着全班的面揍了他一顿。接下来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又说了一遍，只是没说的那么细，只说邹阳上课用鸡骨头砸我的头，后来我就爆发了用君子兰砸在他身上，然后对他狠狠的拳打脚踢了一番。说完了，叶展伸出大拇指：“好，干得好，干得漂亮。”那还用说，这是我弟嘛。孟亮得意的搂着我肩膀，那模样是老骄傲了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我还说中午要再打他一次，他们中午肯定都在宿舍等着我。”没事，这是包我身上了。叶展拍拍我的肩：“咱们就再打他一次。”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，毕竟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放出了豪言壮语。俗话说出来，混的一定要说话算话，说再打他一次就一定要再打他一次。叶展他们一路谈笑风生，而我始终沉默寡言。你先进去，我先上个厕所。我本想在厕所门口等他的，但又怕被他看不起，便心一横走到我们宿舍门口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宿舍里挤满了人，都是我们班的同学，分坐在各个床上叼着烟，整个宿舍里乌烟瘴气的，地上不知铺着谁的被子。邹阳、李杰他们正坐在上面打牌，我往自己的床铺一瞟，上面空空如也，看来正是我的被子。我一进来，本来闹哄哄的宿舍立刻安静下来。
哟，你回来了！李杰他们都站了起来，脏兮兮的鞋就踩在我的被子上，同时用一种阴冷的神情看着我。看着我的被子遭到如此待遇，胸中的火焰自然爆发开来。我也冷着脸走到了邹阳身前。你的被子挺软的。邹阳一边说，一边用鞋搓着脚下的被子。没想到你还真敢回来，我以为你已经躲回东关镇去了。宿舍里安静得很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除去邹阳、李杰他们的人，其他过来的同学都是看热闹的。大概他们都以为这顿打我是挨定了。邹阳，我们都是东关镇的，至于这样咄咄逼人吗？东关镇的怎么了？邹阳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。我就是喜欢欺负你，怎么样？我没说话，依旧冷冷看着他，心中盘算着叶展他们什么时候能进来。看什么？你不是说中午还要再打我一次吗？我就站在这，有本事你打。我上早吧，你敢打我？和在教室中一样，邹阳完全没想到我真的敢动手打他。邹阳的眼睛立刻红了，狰狞的脸庞像是一只充满怒气的老虎，挥起他砂锅大的拳头就砸了过来。我往后一退，躲开了这一拳。李杰他们立刻将我围成一团，有人直接按住了我的胳膊。宿舍里轰乱起来，我听到有人说打他，似乎还是我们宿舍的人，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我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看着邹阳再一次挥来拳头。就在这时，门被人推开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叶展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，我看不到他，心中却是激动无比。叶展迅速挡在我面前，狠狠一脚朝着邹阳的肚子踹了过去。平心而论，叶展的体格也比不上邹阳，但他是高一年级赫赫有名的混子。邹阳一双眼睛直愣愣盯着他，完全不知到底怎么回事。宿舍里再一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震惊无比，连李杰他们也目瞪口呆。连我兄弟也敢打，活腻歪了是吗？邹阳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和叶展对抗，于是他求救似的看向李杰。李杰站在我旁边，先挥了挥手，按住我胳膊的几个人都退到了一边。叶展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李杰，太欺负人了吧！把我兄弟的被子踩在地上。是王浩先在教室里打了邹阳，邹阳还先朝他头上扔鸡骨头呢，谁能受得了这份气？要是我，早把邹阳的头都拧下来了。也亏了王浩脾气好，只是揍了他一顿而已。我看出来了，两人的势力平分秋色，这场架已经打不起来，所以在理论着谁对谁错。不管怎样，打人就是不对，王浩得给我们个说法。你想要什么说法？王浩多老实一个孩子，你们每天欺负他有意思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欺负他了？邹阳和他闹着玩，他就发了疯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李杰，咱们出来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少拿这些糊弄小孩子的话来跟我说。李杰一时哑口无言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给我个面子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怎么样？一时间谁也没说话。我刚才虽然扇了邹阳一耳光，但心里这口气还没能出尽。而邹阳他们这次落了下风，恐怕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怎么着，哥几个这点面子也不肯给？多少钱？什么钱？我的心中也充满疑惑，不知道邹阳好端端问多少钱干什么，又不是在菜市场买菜。我看看其他人，也都是一脸茫然，似乎都不懂邹阳是什么意思。唯有李杰露出轻松的笑容，满意的看着邹阳。王浩，请你过来，花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所有人都明白了，看来邹阳以为叶展能为我出头，是收了我的好处，也难怪像我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，去哪里认识叶展这种混子。只是这次邹阳猜错了。我上早吧，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？王浩是我的兄弟。叶展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，邹阳捂着脸，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展。李杰的笑容也凝结在脸上，估计在心中纳闷叶展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，怎么从来没见他提起过，也从来没见我去找过他们。叶展用手不停打着邹阳的脸，虽然力度不大，但声音也很清脆无比。看来你平常没少为李杰啊，花了多少钱找他罩着你啊？看着邹阳如此吃瘪，我的心中虽有着快意，却也感到一阵阵悲凉。如果我不是雨成飞的弟弟，孟亮就不会这样帮我，叶展更不会为我出头。如果我压根就不认识雨成飞，现在站在这里挨打的就是我。倘若以后雨成飞毕业离开职院，也没有人再罩着我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我突然之间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，没有人能永远罩着你，就算有个当官的爹，他也迟早要卸任的，这条路迟早要自己走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想要在这个世界立足，唯有自身变成强者。叶展，够了！怎么了？叶展冷笑地看着李杰，而邹阳的两边脸上都有鲜红的掌印。宿舍里其他学生一动不动，安静的像是时间静止了一样。我够给你面子了，咱俩一直以来也没什么过节吧？至于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王浩是你的兄弟，行，我以后不动他就是了。但邹阳是我的兄弟，你老是这样打他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咱们还是说说这事情怎么解决的好，老是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，结果邹阳问我多少钱，嘿嘿，我叶展是能被钱买通的吗？叶展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着李杰，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看就让王浩给邹阳道个歉，再请大家吃个饭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我的脑子嗡一声响，让我道歉，还让我请吃饭？不行，这件事王浩没做错，我要挺他到底，道歉吃饭绝不可能。你看怎么办？
我不要王浩道歉，也不要他请吃饭，我只想和他单挑。这样也好，叶展，不如咱俩谁也别插手，让他俩自己解决问题，行不行？我的脑子一阵空白，单挑就邹阳那个体格，2个我也打不过他。这家伙要求和我单挑，明摆着是想光明正大的揍我一顿。叶展也是生气的很。我上早八的，你长得跟个熊一样，凭啥和王浩单挑？有本事和我单挑啊！老子今天弄不死你，就不姓叶。我不和你单挑，我要和王浩单挑。如果他不敢就算了。我上早八，我同意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竟然开口说出了这3个字。大概我也盼着这一天很久了吧。我当然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邹阳，可我还是想和他光明正大的打一次。因为在初中3年，每次都是他带着人欺负我，我也因为他们人多而屡屡忍气吞声，所以还时常在想，假如只有邹阳一个人的话，我一定要狠狠地打他，揍他。这个机会现在正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想看看自己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，在完全没有优势、完全不可能偷袭的情况下，到底有没有出手的勇气。如果想要变强，这一步就非得跨出去。马浩密，让我和他单挑吧。马浩，你不用和他单挑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玩单挑啊？没事儿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叶展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，让我觉得心里很是温暖。可是他终究是冲着孟亮的面子，而不是真的想要保护我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的血渐渐热起来。叶展的体格远远不如邹阳，可是邹阳在他面前屁都不敢放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叶展够狠，够狠，才闯下了名声，才让他人畏惧于他。我想要做叶展这样的人，而不是想要做被叶展保护的人。我自己来，这次我自己来。叶展不说话，他看到了我的决心。在哪里单挑？就在这间宿舍，所有人都看着咱俩，谁也倒不了鬼。可以。行，单挑可以，但是要说一下规矩：第一，不许抓头发；第二，不许抓脸；第三，不许提下体，清楚没有？我和邹阳都点点头，我的表情凝重，而邹阳渐渐有了笑意。李杰一看这个场面，直接坐到旁边的床上去，美滋滋的抽着蚊香，一点都不担心邹阳会打输。那就开始吧。让你牛逼，让你牛逼！邹阳一边打一边骂，转眼间已经打了我10几下，而我始终咬着牙，死死拖着他的脚，一直往后拖着。来到城南高中，你长骨气了是吧？我上早八的。王浩，别抱他脚了，赶紧朝鸭子鼻子打！宿舍里已经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大概他们也觉得我抱着邹阳的脚很滑稽。笑你个早八啊！笑！叶展，你别生气嘛，这是俩人单挑，你也帮不上忙啊。我死死抱着邹阳的脚，同时忍受着头部的重击。邹阳的脚很大，最少有45码，跟一艘大船似的。好样的，王浩，打得好啊！终于要结束了吗？果然，光靠我自己还是打不过邹阳啊！我天生就是低人一等吗？我天生就是挨欺负的命吗？去死吧！叶展，不是说好了让他俩单挑吗？刚才王浩打邹阳的时候，我也没拦着吧？现在邹阳好不容易打回来了，你却要出手拦着，是不是不太公平？我也站了起来，摸了摸刚才被邹阳打过的脸颊，再要打下去的话，我就躺着起不来了。邹阳的样子有点惨，鼻子嘴巴全是血，刚才被我10几拳砸的还真是不轻。邹阳不能打王浩，为什么？如果要打，可我打，你们所有人都上也行，正好我也带了人。和叶展一起来的几个小兄弟立刻围在了叶展的身边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李杰他们一拨人。如果真打起来，李杰他们出手的也就4、5个。宿舍里虽然人多，但都是我们班看热闹的学生。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不能打王浩？李杰咬着牙，咯吱咯吱地响，看得出十分生气。因为你们打不起，他是孟亮兄弟。叶展说出孟亮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感觉李杰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跟着李杰的几个兄弟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，而邹阳却是一脸的迷茫和疑惑。他和我一样是东关镇出来的，自然不知道什么孟亮。他竟然是……李杰诧异的看着我，显然还是不太相信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过来？有谁能指使得动我啊？宿舍里其他学生很是安静，这些来自各县镇的学生也不知道孟亮的名字，但从李杰等人的反应来看，这应该是个惹不得的人物。我的心中感到很是好笑，孟亮也不过是袁绍随手指派出的一个兄弟，那被他们还要称作一声宇哥的宇成飞，岂不要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？我怎么都想不到，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宇成飞，竟有如此的能力。李杰，孟亮是谁？是一个我们绝对惹不起的人物。邹阳，你认栽吧，王浩不是咱们能欺负的。今天来到这的幸亏是叶展，如果是孟亮的话，恐怕咱们都得躺着出去。邹阳沉默了，他低着头，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。叶展放开了邹阳的手腕，默默地走到了一边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叶展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咱们好歹也是一起玩大的。
我也不会看着你跌进坑里的。邹阳跟王浩认个错吧。邹阳诧异的抬起头，像是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李杰的表情却很认真。一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邹阳看出了李杰的坚定，犹豫了半晌，最后还是看向了我。我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不甘。对不起。邹阳迅速将头扭向了一边，大概他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。这辈子。叶展指了指地面，我的被子已经肮脏不堪，上面踩满了黑脚印。李杰随便一摆手，旁边的一个兄弟立刻冲了出去，过了一会儿就抱过来一床新的被子。我本来计划自己搞定这件事的，但最后还是报出了孟亮的名字。李杰啊李杰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。王浩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看得出来，叶展和李杰私下里的关系其实很不错。邹阳道过了歉，被子也换了新的。按理来说，这事情确实该告一段落。叶展和李杰二人心有灵犀，一起准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。但是我却鬼使神差的摇了摇头。这一次，李杰和叶展的脸色都变了。李杰看向叶展，而叶展则看向了我。王浩，如果你还想打邹阳一顿，现在可以继续动手，我帮你看着。我仍是摇了摇头。叶展只知道邹阳往我头上丢了鸡骨头，却不知道他在初中欺负了我整整3年。无数的回忆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，那一桩桩一件件都鲜活无比，从未忘却。尤其是那次在小广场上，邹阳拿着通知书让我跪下的场景，更是让我永生都铭记在心。有谁能忘记这样的耻辱？有谁能甘心就这样算？我却没有说话，走到了邹阳的面前，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袋速食包装的鸡腿。宿舍楼下就有个小卖部，在和叶展上来之前，我鬼使神差的进去买了这个。当时我也不知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不过现在应该很明白它的用处。邹阳涨红了脸，呼吸开始浓重起来。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让你也尝试一下被人当众凌辱的滋味。我把那根油腻腻的鸡腿拿了出来，在手心里揉得稀巴烂，举到邹阳的头顶，这已经很好了。我并没有像他一样嚼碎了再扔，那样实在是太恶心了，只有他才做得出来。零碎的鸡肉、鸡骨头顺着邹阳的头发滑落下来，粘在脸上、肩上、身上都是。邹阳的眼睛红得可怕，始终恨恨地盯着我，却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之心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你还欠我一个跪呢。听完这句话，邹阳的脸就像是被老鼠咬了一口，充满了惊悚和恐怖。别紧张，不是现在，咱们之间的账可以慢慢算。滚！邹阳低着头，快步走出了宿舍。李杰等人和叶展打了个招呼，也跟在邹阳身后离开了宿舍。我们班上的其他同学此时都静悄悄地站了起来，准备一并跟着出去。都站住！所有人都站住了，连口大气也不敢出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已经成了魔王一般的人物，真是好笑啊！明明就在上午，我还遭受着他们的白眼和讥笑。真是抱歉，没能让你们看到想看的戏码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就是想看看我是如何挨打的。谁也没有说话，不是低着头，就是把头扭向一边，没有一个人敢正视我的目光。我一步步地走到了宿舍的中间。叶展有些担心地看着我，他似乎以为我还要对同学做些什么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过来这里是想拉着点李杰他们不要打你。我笑了起来，笑声却是那么的悲凉。你以为我是傻逼吗？那个同学不再说话了，知趣地低下了头。不过我也很佩服他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这样绝佳的谎言。大概这样的人才能混得开吧。我之所以不让你们走，是因为你们不用走，因为我要走。说完，我看了看叶展，大步跨出门去。叶展他们跟在我的身后，一声不响地走了出来。走廊里其他宿舍人探着脑袋，看到我出来都缩了回去。刚才狠狠羞辱了邹阳一把，心中的不爽自然解开不少，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。具体是因为什么，却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。不过看到邹阳那样吃瘪，心里还是少不了痛快的。怎么样，解清了没有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些小心眼？睚眦必报。刚才我掏出速食鸡腿往邹阳头上撒的情景，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不会啊，有仇必报，无毒不丈夫，出来混就是要这样。出来混，我一下愣住，混这个字眼从未出现在我的身上过。突然间和他扯上关系，还真有些不适应。叶展却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，大概是说他以前如何的很不威风，并且盛赞我刚才的行为都是正常的云云。在他眼里看来，我既然是孟亮的兄弟，当然也是出来混的。一路聊着天，又回到了网吧。袁绍、孟亮他们还在玩着游戏，一个个大呼小叫的，没人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或许在他们眼里看来，我那点事根本就不叫事。两哥，搞定了。我去。王浩怎么挨打了？我摸了摸脸颊，先前被邹阳揍了一拳，他那一拳的威力着实不小，让我的半张脸肿了起来。那个，邹阳要和王浩单挑，我没同意，但是王浩一定要和人家单挑。我去，叶展，我交给你办件事，怎么这么不靠谱，还让我兄弟挨了打？什么？王浩挨打了？他们俩单挑了一下，不过王浩占了上风。是我执意要单挑的，和叶展没什么关系，他很护着我了。叶展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看得出他很害怕这些人。我并不了解袁绍、孟亮他们这帮人，真是担心叶展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连忙伸手搂住了他的肩膀，一是表示亲昵，二是以防他们突然动手。行了，
你先走吧。袁绍不太满意的看着叶展，叶展耸拉着一张脸，道了个别，领着他的几个小兄弟出门去了。我心里满是内疚，想着随后找叶展好好聊聊天。刚才那件事他还是很上心的。孟亮，你玩游戏吧，我和王浩谈谈。我给宇哥打过电话了，他让我们好好照顾你，说你是个老实的孩子，容易吃亏。我心里感激无比，想着从上午到现在的经历，要不是袁绍他们这帮人，我这会儿恐怕还在宿舍挨打。而我和宇成飞其实也不怎么熟，不过是因为两家相邻，没事常常瞎扯两句，人家却这么帮着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，对人家来说不过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随随便便一句话就搞定了。这么一闹，应该就没人欺负你了。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再找我们，有宇哥在这里，基本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因为这句话也感觉心里暖暖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次谢谢你们了。小事，以后和同学们搞好点关系，说不上什么时候还需要靠人家帮忙呢。好。我点点头，我何尝不想和同学搞好关系，只是天生的笨嘴笨舌，再加上邹阳的挑拨，不过以后应该不会那么困难。我又去跟孟亮告了个别，这才出了网吧，朝城南高中走去。这么一来二去，时间耗费不少，已经快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回宿舍，而是直接去了教室。我一进教室，班上本来嘈杂的氛围立刻安静下来，有人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有人低下头去假装看书。我知道他们刚才一定谈论的是我，又扫视了一圈教室，发现邹阳、李杰他们正坐在一起，不过眼睛并没看我，我也不再看着他们，而是径直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中午发生的事情太多，现在一闲下来，反而发了会儿呆，倒想不起下午第一节什么课了。这节物理课。我点点头，拿出了物理书，心里又觉得好笑。如果放在以前，刘子红才不会跟我说话呢。中午真威风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我一直以为刘子红不喜欢说话，没想到现在的话却这么多。看来这话多不多，也是看和什么人说话的。还好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态度。刘子红张了张嘴，似乎察觉到我的冰冷态度。先前是我不对，不过邹阳私下里和我们说了，不许和你说话，否则就要挨打的。所以我猜得出肯定是邹阳在私下搞鬼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直白的排斥我。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他的。刘子红继续悄悄说着，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，对人呼来喝去的，牛逼什么啊？呸！说完，这小子还狠狠往地上吐了一口。好家伙，不知道的真以为他很厌恶邹阳，我没想到刘子红也这么有脾气。先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木讷的小四爷，看来这人果然不肯冒相。刘子红，咱俩换换位置。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，夏雪坐到了我的身边，只是这次大家似乎都觉得理所当然了。行啊，不错嘛。什么不错？得了吧，早就传开了，竟然是孟亮的兄弟，怪不得那么有底气。不过你先前竟然忍了那么久，真是想不通为什么啊？有那么厉害的哥哥，在学校都可以横着走了啊！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也没去解释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如果我不是破釜沉舟，也不会去找那些人了。听着真解气，看你平时蔫蔫的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挺有范儿。看着这个可爱的姑娘，想到如果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有了勇气反抗。生命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贵人，他们给你勇气，给你力量，引导你不停地往前走。我越看她越是觉得心里喜欢，静静地听她说着话，脑子里自然幻想起来，如果她是我的女朋友该有多好。夏雪乌拉乌拉地说着，我倒没怎么听进去，脑子里尽是在幻想了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我看夏雪对你有意思，你可以下手。是吗？我有些脸红起来，女朋友这种东西一向是只敢想想的。是啊，夏雪可是咱们班男生心目中的女神，就连邹阳都对她痴心不已呢。说着说着，突然意识到不对，连忙轻咳了2声。不过夏雪却对你情有独钟，三天两头的往你这跑。以前大家都不太理解，说你是走了狗屎运。不过自从出了中午的事，大家都释然了，还说夏雪有眼光，看出你不是普通人物。是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我当然不能例外。听了刘子红这一番马屁，还真是有些飘飘然了。不过曾经3年的被排挤生活，让我天性对他人有着一丝防备之心，所以面上也没太表现出来。别瞎说了，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。心里却在计划着什么时候跟夏雪表白试试。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，刘子红停止了他的阔论。一天下来，我发现班上同学对我的态度果然有所变化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刻意冷落着我，而是会主动找我说话聊天了。下课期间，甚至有几个女生拿着课本来找我问题。天地良心，他们明明比我学习好啊！还有几个男生拿着篮球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玩，我顿时感觉受宠若惊，差点跪下来谢主隆恩。今天本该我做值日生，可是根本不用我去擦黑板，刘子红就抢着帮我去做了。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。不过这时的我并不知道，一场更大的波澜还在前方等着我。